朋友你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。现在的你是在哪里读到这段文字？是刚刚结束了一场喧闹但空虚的聚会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回家的出租车上看着窗外流逝的街灯，还是正一个人窝在沙发里，看着手机屏幕上一片死寂的微信列表，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车鸣，心里隐隐泛起一阵被世界遗忘的恐慌？如果是后者，我想请你先别急着焦虑，把手机静音，倒一杯温水，关掉房间里那盏太亮的顶灯，只留一盏昏黄的台灯，然后找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来，听我给你讲讲心里话。今晚我想和你聊聊一种被绝大多数人深深误解的状态，这种状态叫做无人联系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被一种无形的恐惧绑架了。我们害怕手机长时间不响，害怕朋友圈发出去10分钟还没有红点，害怕周末没人约饭，害怕在热闹的群聊里插不上话。我们似乎把忙碌等同于成功，把社交等同于价值，把无人问津等同于失败和下坡路。但今晚我想告诉你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真相。当一个人开始变得无人联系，无饭局，无红点，无社交，这往往不是走下坡路，而是走上坡路的开始。那些被红点绑架的日子，说实话，我也曾是那个被红点支配的人。作为一个典型的 ISTJ 内向感知判断型，我其实有着很深的社交焦虑。但即便如此，曾经的我也像一只被训练好的小白鼠，时刻盯着那个发光的屏幕。你知道吗？产品经理们在设计 AI 时，利用了人类最原始的心理机制——随机奖励。手机里的每一次红点提示，其实都被设计成了类似老虎机的拉杆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亮起的是惊喜还是麻烦，是点赞还是工作。这种不确定性，让我们像上了瘾的赌徒一样，无法挪开视线。每当微信叮的一声响起，我的心跳就会漏一拍。那是谁？是工作急事？是朋友邀约？还是某个重要的机会？这种条件反射般的紧张感几乎填满了我所有的碎片时间。我就像一个守门员，时刻紧绷着神经，生怕漏掉任何一个飞过来的球，哪怕那只是一个无聊的表情包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参加一个所谓高端的行业聚会，地点在城市中心最贵的酒店，灯光璀璨，推杯换盏，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香槟，脸上挂着精致而僵硬的笑容。我们交换名片，互加微信，嘴里说着久仰大名，以后多合作。那一晚，我加了30多个人的微信。回到家时，已经是凌晨1点。我瘫在床上，看着通讯录里那些陌生的头像，看着朋友圈里刚刚发出的合影下面那一串点赞，心里却涌起一股巨大的无法填补的空虚。嗓子说哑了，笑脸僵了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30多个人里，没有一个能真正成为我的朋友，也没有一个能真正给我的事业带来质的改变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很累，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。我们就像是在一个永不落幕的舞台上表演，台下其实并没有观众，但我们却不敢停止微笑，不敢走下舞台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星号认知带宽星号。我们的大脑就像一条高速公路，带宽是有限的。处理一条微信，回一个表情包，在这个群里哈哈哈，在那个朋友圈点个赞，这些看似微小的社交动作，其实都在占用你的带宽。当你的大脑塞满了这些琐碎的社交车辆，你哪里还有空间去跑深度思考的跑车？我们以为自己在连接世界，其实我们只是被切碎了的时间囚徒。于是我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有点自绝后路的决定，我把生活微信与工作微信彻底分开。我退出了所有只有寒暄没有干货的群聊，我关闭了朋友圈的入口，不再看别人的光鲜亮丽，也不再展示自己的岁月静好。我开始有意识的失联。
起初，这种安静让我恐慌。第一周，手机整整1天没响过。我反复检查是不是开了飞行模式，甚至怀疑手机坏了。那种被世界抛弃的孤独感，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。我坐在书桌前，坐立难安，手指不自觉地想去刷屏，想去找个人聊2句，哪怕是发个表情包也好。我害怕被遗忘，害怕错过什么重要信息，害怕自己变成一座孤岛。但是，朋友，请相信我，如果你能熬过最初这几天的戒断反应，你会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莫名的孤独是灵魂的某种奢侈品。慢慢的，当外界的声音彻底安静下来，我发现了一些奇妙的变化。没有了红点的打扰，我的时间突然变得漫长而从容。以前看书10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，思路被打断7、8次。一本书看了1个月还在前3章，现在我可以一口气读完半本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沉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深邃的灵魂拷问里，直到天色渐暗才惊觉时光流逝。那种思维在文字中流淌的快感，比刷100条短视频都要强烈。以前写东西总是想着怎么写才能获得更多点赞，大家喜欢看什么。现在我只写我内心真正想表达的，文字反而变得有力量了。我开始享受这种莫名的孤独，这不再是一种被迫的冷落，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。这是一种把散落在外界的注意力一点点收回来，重新注入自己体内的过程。我记得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写过他的隐居生活，他一个人住在瓦尔登湖畔的木屋里，自己种豆子，自己烤面包，没有邻居，没有邮差，没有新闻。在世俗眼光里，这简直是苦行僧般的日子，甚至有点凄凉。但他却说，那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他说，我有3把椅子，一把给孤独，一把给友谊，一把给社交。我最常坐的那一把是孤独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孤独中，他听到了风吹过松林的声音，听到了湖水拍打岸边的声音，听到了冰层在冬夜裂开的声音。更重要的，他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。这种快乐不需要别人点赞，不需要别人回应，不需要任何外界的反馈，它源于你自己。这就是星号内生性快乐星号。大多数人的快乐是外生性的，一定要有人夸我美，我才开心；一定要有人陪我吃饭，我才不孤单；一定要发个朋友圈集满30个赞，这一天才算没白过。这样的快乐就像是把房子的地基建在别人的土地上，别人稍微一撤回，你的房子就塌了。外界给一点反应，你就长一点快乐；外界一冷落，你立刻掉回低谷。这样的快乐模式是依赖性的，也是极其脆弱的。而当你学会享受孤独，你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打地基。一本书带来的认知震撼，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，一场独自在公园的散步，一次深度的冥想，甚至只是看着云朵发呆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都能成为你快乐的源泉。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需要别人提供情绪价值，你自己就是最稳定的能量补给站。这种不假外求的快乐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过滤与重塑，强者的必经之路。很多人害怕安静，本质上是害怕面对真实的自己。当周围熙熙攘攘时，我们可以把灵魂藏在喧闹的 BGM 里，假装一切都好。可一旦安静下来，那些被压抑的焦虑、迷茫、空虚，就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出来。你的缺点，你的恐惧，你对未来的迷茫，都会在深夜里和你面面相觑。所以，我们拼命社交，拼命填满时间，其实是在逃避。但是，真正的强者敢于在安静中与自己对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宫崎骏老爷子曾有过一段极小众的隐居期。在那几年里，他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媒体访谈，不出席颁奖典礼，甚至连老朋友的聚会都很少参加。
外界纷纷传言，宫崎骏江郎才尽了，要退圈了。甚至有人说他性格孤僻，不近人情。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每天在做什么。他系着围裙，泡一杯咖啡，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云，发呆，然后画画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他说，当我不再试图讨好任何人时，我的世界变得清晰了。正是在这段无人打扰、无人关注的静默时光里，他一点点打磨出了《千与千寻》这部让他登上世界巅峰的作品。你看，真正的强大人格都是在无人关注的日子里炼成的。而且当你开始失联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星号过滤机制。星号，当你不再主动维系那些脆弱的关系，不再在群里发红包抢红包，不再去凑那些无意义的饭局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但解脱的真相：90%的人会从你的生命中消失。别害怕，这是好事。这就像是一场自动的过滤。那些因为利益、面子，或者只是因为怕寂寞而凑在一起的人，会自然脱落。留下的那10%才是真正懂你、珍惜你的人。你把用于应付那90%泛泛之交的精力收回来，倾注在那10%的真朋友身上，你会发现，你的友谊质量不降反升。你不再需要通过社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不再需要通过合群来获得安全感，你就完成了一次人格的断奶。你可以独处，也能愉悦。我独自生活，却不孤单。我一个人也能完整。这是大多数成年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境界。隐性成长期，静水流深的力量。如果现在的你正处于无人问津的阶段，我真心想对你说一声恭喜，你正在进入人生最宝贵的星号隐性成长期。星号，这个世界上有2种成长，一种是显性的，比如升职加薪、获得奖项、粉丝暴涨、买了新车，这些都看得到，很热闹，很光鲜。但还有一种成长是隐性的，它发生在地下，发生在暗处，发生在无人知晓的深夜。1665年，伦敦爆发大瘟疫，剑桥大学为了安全关闭了校园，遣散了所有学生。一个23岁的年轻人被迫回到了乡下的伍尔索普庄园。在那之前，他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，成绩平平。在那之后的1年半里，他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，没有导师的指导，没有同学的讨论，没有图书馆的喧闹，只有无尽的沉默和思考。每天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坐在苹果树下，或者在房间里演算。在别人看来，这是他人生中最灰暗、最孤独、最浪费时间的时刻。但正是在这段无人问津的时光里，他发明了微积分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，完成了光学的分解。这个年轻人叫牛顿，后世将这一年称为奇迹之年。你看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，往往都不是在喧嚣的广场上诞生的，而是在孤独的荒野里长出来的。再给你讲个竹子的故事。在最初的4年里，竹子仅仅长高了3厘米。如果你从旁边经过，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。你会觉得它几乎停止了生长，甚至怀疑它是不是死了。但在你看不到的地下，它的根系正在疯狂地向四周延伸，深深地扎入土壤数百米，牢牢地抓住每一寸土地。到了第5年，奇迹发生了，竹子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长，仅仅用了6周就长到了15米高。那前4年的沉默是浪费吗？是停滞吗？不，那是扎根，那是为了承接未来巨大的重量而必须进行的漫长准备。所有真正厉害的人都经历过这段竹子扎根的时期。王羲之在写出惊艳千古的《兰亭序》之前，有整整10年从社交场消失。他不参加文人雅集，不写应酬文章，不求虚名。
他每天只做一件事，练字。洗笔池的水都被染黑了，外界以为他萎了，但他知道他在蓄力，他在等那个破土而出的最佳时机。现在的你可能也觉得自己萎了，看着同龄人在朋友圈晒升职、晒旅游、晒娃，而你每天2点一线，无人问津，甚至有点灰头土脸。但请你相信，只要你在读书，在思考，在磨练技能，在向内扎根，你就不是在退步，你在经历人生最深刻的蜕变。你的专注力在变强，你的心态在变稳，你的思考在变深。别人以为你在闲着，但你知道你在沉淀。给初学者的一点小建议。听到这里，也许你会问，我也想尝试一下这种生活，但我怕自己受不了那份寂寞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你不需要立刻搬到深山老林里去隐居。这里有3个我亲测有效的小建议，送给想要开始尝试独处的你。第一，试着把手机调成勿扰模式1小时，每天找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比如晚饭后或者睡觉前，就1小时。告诉自己，在这1小时里，地球爆炸都跟我没关系，我只属于我自己，哪怕只是发呆，也是一种休息。第二，和自己来一场约会，去一家你一直想去的餐厅，一个人点餐，一个人吃完，或者去看一场电影，买桶爆米花，只给自己吃。仔细感受一下，不需要照顾别人的口味，不需要找话题填补空白，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。第三，写下来。当焦虑来袭时，不要刷手机，拿笔把你的焦虑写下来。我现在感觉很慌，因为你会发现，一旦恐惧落在纸上，它就失去了控制你的力量。写作是与自己对话的最好方式。写在最后的话，夜深了，茶也凉了。最后，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你，作为今晚谈话的结束。外界越安静，是因为你的内在正在升级；社交越少，是因为你开始向内扎根；无人联系，是人格重塑的信号；无红点，是你在沉淀爆发力。不要害怕这段沉默的时光，这是一段静水流深的日子。当你熬过这段无人问津的寂寞，你会迎来一个稳得住、沉得下、抗得住、冲得起的自己。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会突然发现你被更多人需要了，更多优质的合作主动找上你了，更多同频的优秀者向你靠近了，更多贵人在关键时刻向你伸出了手。而那时你会明白，你之所以能承接住这些命运的馈赠，是因为你曾在那段无人打扰的时光里，把自己慢慢打磨得足够坚固。所以今晚安心睡个好觉吧，关掉手机，享受这份宁静。你不是在走下坡路，你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悄悄拔节，野蛮生长。恭喜你，你正在走入人生的上升周期。共勉。